外面的雪淹到2楼了，零下50度，绝对不能开门。我死死抵住防盗门，手里的温度计啪的炸裂。婆婆张翠花双眼猩红，一巴掌抡在我脸上。丧门星，我女儿一家3口还在外面冻着，你想害死我陈家的种？当时陈浩不紧不拦，反而一脚踹开我，急不可耐地拧开门锁。芊芊，快进来，野里这疯婆娘！极寒的白毛风瞬间倒灌。小姑子陈芊芊一家3口裹着我提前买的极地防寒服，像贪婪的硕鼠挤了进来。陈芊芊怀里紧抱我的恒温箱，反手掏出一个破旧玉镯，狠狠砸在我脸上。嫂子，都末世了，你还霸占着祖传玉镯，你是不是瞒着我们什么？玉镯碎裂，锋利的碎玉划破我的掌心，鲜血涌出。可他们谁都没看到，那滴血刚好浸透了碎玉中掉出的一枚黑色金属薄片。B 止血基因验证通过，顶级避难所绑定成功。目标地点对门802室。空间物资库已开启，脑海中冰冷的机械音闪过，我捂着流血的手忽然笑了。笑什么？疯了吧？大强，快把沙发上的电热毯铺上，把内箱和牛热了，宝儿饿坏了。死人啊！把你那件带毛领的羽绒服脱下来给芊芊穿。林昭，别在这碍眼，主卧让给芊芊，你去阳台打地铺。外面零下50度，你让我去阳台？你脂肪厚，冻一晚上死不了。要不是你非要买对门那套没水没电的烂尾房，搞得家里没钱，我们至于连个客房都没有。对门802室，半个月前我花光积蓄买下那套法拍房秘密改造，他们以为那是烂尾房，天天骂我败家，却不知道里面加装了军工级防爆门，堆满了够10个人吃3辈子的顶级物资，更不知道那扇门只有我脑海中的金属薄片能打开。哥，不如让他去楼道里清醒清醒，刚好把多余的人头腾出去，省点制暖费。陈浩没有丝毫犹豫，揪住我直接拖出门外。陈浩，门一关，再想求我开门，就不是下跪能解决的了。求你，你算什么东西？陈浩嗤笑，猛地将我推出门外，砰的一声反锁防盗门。楼道里温度瞬间跌破零下30度，寒气刺骨。我没有敲门，转身径直走到对门802室那扇看似破旧的门前。将带血的掌心贴上微缩感应器，欢迎回家，主人。伪装成木门的钛合金防爆门悄然划开，扑面而来的是高达26度的温暖气流。灯光亮起，照亮奢华的安全屋，恒温新风运转。全景防弹玻璃外是漫天暴雪，左侧是堆成山的顶级物资，右侧是全息监控台。我脱下冷衣，换上真丝家居服，倒了杯热红酒，悠闲地走到监控台前，按下启动键。屏幕上801客厅里，陈芊芊正得意地翘着脚，张翠花谄媚地递着我的车厘子，陈浩正舒服地躺在沙发上。一群蠢货！我抿了口红酒，指尖在红色按钮上轻轻一点，你切断801室主控地暖阀门及备用电源。画面中801室瞬间陷入黑暗。怎么停电了？地暖怎么凉了？哥，好冷啊！窗户上的冰冻进屋里了。我坐在温暖如春的安全屋里，冷冷勾起唇角。这才刚开始，极寒末日的第一夜，温度还会再降30度。不到半小时，我那扇伪装成破木门的防爆门被砸得震天响。监控里，陈浩裹着2床薄被，冻得嘴唇青紫，鼻涕在下巴结成了冰碴。林昭，你是不是死在里面？是不是你搞的鬼？把我们家的电闸拉了。烂尾房连个窗户都没有，他肯定早冻硬了。耗子把门砸开，里面起码能避风，把他尸体扔出去。咱们进去躲躲。我坐在恒温26度的真皮沙发上，夹起一块烫好的极品毛肚，沾了沾蒜泥香油，送进嘴里，鲜香麻辣在舌尖炸开。陈浩见里面没动静，直接从楼道消防栓抽出一把消防斧，双眼通红。死贱人，就算你死了，这房子也是我的。他抡起斧头，用尽全身力气朝门锁劈下。当刺耳的金属爆鸣声响起，巨大的反作用力瞬间震裂了陈浩的虎口，消防斧脱手而出，狠狠砸在他自己的脚背上。陈浩捂着鲜血淋漓的脚，倒在零下30度的楼道里，疯狂惨叫。就在这时，门上的智能猫眼突然亮起幽蓝的光，我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回荡在楼道里：老公，砸门声太大了，吵到我看电影了。楼道里死一般寂静，只有陈浩的哀嚎。林昭，你没死，你这门怎么回事？我轻笑一声，直接将猫眼切换成全息投影，画面投射在墙壁上。我穿着真丝睡衣，面前是咕噜冒泡的牛油火锅，旁边堆着新鲜草莓和烤羊排。咕咚，屏幕外传来整齐划一咽口水的声音。妈，我要吃肉，我要吃那个女人的草莓。昭昭啊，妈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快开门，胖虎饿坏了。这烂尾房容不下你们这尊大佛，回801接着冻着吧。给脸不要脸的女人，
信不信我把你囤物资的事发到业主群，让全楼的人来抢你？不到1分钟，业主群炸了。大家快来8楼，我嫂子买了一屋子的高级物资，她想一个人独吞。紧接着，楼道消防通道传来了密集的脚步声。为首的恶霸光头花哥手里拎着带血的开山刀，出现在了监控画面边缘。花哥是小区出了名的地痞，带着5个手下，眼底全是嗜血的贪婪。哟，陈家小妹，大义灭亲啊！花哥目光死死盯住全息投影里那锅沸腾的红汤。陈浩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指着我的门大喊：哥，里面物资够吃3年，只要你帮我把门弄开，咱们平分。花哥一脚将陈浩踹翻，上切割机，把这破门给我卸了！滋啦，火花四溅，高功率切割机抵在门板上，却连一道白印都没留下。5分钟后，机器冒出黑烟，直接报废。花哥傻眼了，这是军用防爆门。我冷笑一声，打开扩音器。别费劲了，火箭筒都炸不开这扇门。我就在这耗死你！耗呗，反正我吃喝不愁。不过，我故意拉长音调，目光扫过监控里发抖的陈家人。只听哐当一声，防爆门下方的隐蔽投放口打开，一盒冒着热气的顶级自热和牛米饭被推了出来，肉香瞬间弥漫在极寒的楼道里。我冰冷的声音如同恶魔的低语：这盒饭赏给第一个打断陈浩另一条腿的人。花哥和他手下齐刷刷的转头，手里带血的刀死死盯住了地上的陈浩。一盒热气腾腾的和牛米饭在零下30度的楼道里散发着致命的诱惑。花哥咽了口唾沫，眼底凶光毕露。咔嚓，骨头断裂的脆响伴随陈浩杀猪般的惨叫，刺破了极寒的楼道。我的儿啊！张翠花疯了一样扑上去，却被花哥一脚踹飞，撞在冰霜墙壁上，咳出一口血。花哥像饿狼一样抓起米饭，和几个手下3两口扒拉得干干净净，连塑料盒都被舔得反光。陈芊芊一家3口缩在角落，看着满地打滚的陈浩和吐血的亲妈，连个屁都不敢放。胖虎更是直接吓尿，尿液瞬间结冰。这就吃完了。我看着监控叹了口气，看来一份不够分啊。齿轮转动声再次响起，投放口这次推出来3盒冒着红油的红烧肉便当。花哥眼睛都直了，刀尖直指全息投影，姑奶奶，这次要谁的腿？你说。我冷漠的目光穿透屏幕，落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陈芊芊身上。我要她身上那件属于我的高定防寒服。3盒红烧肉的杀伤力比暴雪还要冰冷。花哥提着带血的刀，步步紧逼陈芊芊，脱下来，别逼老子动手。陈芊芊吓得魂飞魄散，死捂领口尖叫，大强，救我啊！这衣服脱了我会被冻死的。他那平日里吹嘘多爱老婆的老公大强，此刻却死死盯着地上的红烧肉。他不仅没帮忙，反而一把将陈芊芊推了出去。花哥，衣服拿走，便当能分我一口吗？胖虎快饿死了！畜生，你个没良心的畜生！陈芊芊绝望破口大骂。撕啦！花哥毫不留情扯下防寒服，陈芊芊的保暖内衣在零下30度瞬间冻透，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紫开裂，抽搐着倒在冰面上。大强像狗一样爬过去讨肉汤，被花哥一脚踩在头上。冷，好冷！陈芊芊气若游丝，向张翠花伸出手，妈，救我！张翠花看了看奄奄一息的女儿，又看了看冻得翻白眼的外孙。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婆婆，突然死死盯住了倒在血泊中无法动弹的陈浩，手摸向了带血的木棍。耗子，你2根骨头都断了，活不成了，把羽绒服给你侄子吧。张翠花眼眶撕裂，举起木棍，竟朝着亲儿子的脑袋砸了下去。砰！陈浩惨叫一声，头破血流的晕死过去。张翠花像疯子一样扒下陈浩最后的外套，死死裹在胖虎身上。至于旁边快冻僵的女儿陈芊芊，她看都没看一眼。陈芊芊瞪大眼睛，绝望地咽下最后一口气，眼泪瞬间冻成冰珠。我坐在安全屋里，看着人伦惨剧，内心毫无波澜。前世他们就是这样吸我的血，如今不过是因果报应。就在花哥一伙人吃饱喝足时，轰隆！楼道的消防窗被暴风雪彻底击碎，零下70度的寒流如狂龙席卷。花哥手里的酒瓶瞬间冻裂，但还没等他们惊呼，楼梯间的防火铁门突然被人用大锤疯狂砸响。砰砰！铁门轰然倒塌。监控画面里，密密麻麻、双眼冒着绿光、饿到发狂的底层业主们，手里举着菜刀、斧头，甚至自制燃烧瓶，如丧尸潮般涌上8楼，杀，抢肉吃。冲上8楼的30多个底层业主，双眼冒着忧虑的激光，像丧尸一样扑向花哥一伙。老子砍死你们这群疯狗！花哥抡起开山刀劈翻了冲在最前面的男人，鲜血瞬间在零下30度的空气中雾化成冰晶。没人在乎死活，几个平日里连瓶盖都拧不开的大妈，张开满是黄牙的嘴，死死咬住花哥手下的大腿，只为了抢夺那个被舔得发白的自热饭盒。不到3分钟，花哥带来的5个人被蜂拥而上的邻居活生生压垮淹没。走廊里充斥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和花哥凄厉的惨叫。我坐在安全屋里，端着一杯手磨咖啡，冷漠地看着监控里这场原始的野兽搏杀。
当饭盒被彻底撕碎后，这群意犹未尽的暴徒缓缓转头，红着眼看向门锁早已损坏的801室，里面有活人，还有羽绒服。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几十个暴徒疯狂涌入801室。滚出去！这是我的房子！大强试图抓起茶几上的水果刀反抗，被一个壮汉一脚踹飞。10几双肮脏的雪地靴瞬间将他踩得肋骨尽断，狂吐鲜血。张翠花吓得魂飞魄散，死死把外孙胖虎护在身下。别抢，我们也是受害者啊！对面那个死丫头有吃的，没人听他废话。一个红了眼的男人一把薅住张翠花的头发，硬生生将她从胖虎身上扯开。扯头皮的撕裂声伴随着张翠花掉落的门牙。他们疯狂扒下胖虎身上那件属于陈浩的羽绒服，为了争夺衣袖，竟硬生生将衣服撕成了2半。胖虎光着身子在零下几10度的客厅里凄厉惨叫，而角落里被打断双腿半死不活的陈浩眼睁睁看着这群暴徒砸烂了家里的家具当柴火。在客厅中央升起了一堆火，他们成了自己家里的难民。霸占了801后，暴民们终于将目光转向了我那扇岿然不动的防爆门。张老太婆说了，对门有个顶级避难所，砸开它大家都能活。人群被彻底煽动，几十把消防斧、铁锤甚至哑铃疯狂砸向我的钛合金门板，火花四溅，震耳欲聋，但大门连一丝刮痕都没留下。就凭这群乌合之众，我放下咖啡杯，手指悬停在监控台的黄色按钮上，也配碰我的门。按键按下，自啪，高达1万伏的脉冲高压电瞬间通入外侧门体。冲在最前面的3个壮汉连惨叫都没发出来，瞬间浑身焦黑，冒着青烟，直挺挺的倒下。空气中弥漫起一股皮肉烤焦的恶臭，人群吓得尖叫后退，看着那扇门的眼神仿佛在看地狱的入口。就在众人恐惧退缩时，人群后方突然走出一个戴着金丝眼镜、面容阴鸷的男人。他推开人群，手里赫然举着3个用雷管和钢珠绑在一起的自制土炸弹，死死盯住了监控探头。那是化工系的赵教授。人群中有人认出了那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他手里那3捆土制雷管在零下40度的楼道里散发着死亡的气息。林昭，我知道你在看。赵教授推了推眼镜，眼神癫狂，交出物资，我留你全尸，否则这扇门连同你一起炸碎。我坐在监控台前，冷冷地看着他，我的门连穿甲弹都打不穿，你那点破烂雷管，炸烂的只会是你们自己。狂妄！赵教授冷笑，熟练地将雷管贴在防爆门的边缘缝隙处，点燃了引线，滋滋滋，引线迅速燃烧，火光映红了所有暴徒贪婪的脸，他们捂着耳朵疯狂后退，躲进了门锁大开的801室。张翠花和陈浩惊恐地看着这群人挤满了自己的客厅，却连大气都不敢出。轰！剧烈的爆炸声响彻整栋楼，整栋居民楼都跟着震颤了一下，浓烟滚滚，碎石飞溅，强大的冲击波直接将801室本就破损的防盗门彻底掀飞。但当硝烟散去，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那扇伪装成木门的钛合金防爆门连一丝变形都没有，甚至连表面的木纹贴纸都只是被熏黑了一块。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赵教授疯狂抓挠着头发，满脸不可置信，那是高浓缩炸药啊！我叹了口气，按下扩音键。赵教授，物理没学好就算了，怎么连常识都没有？军工级防爆门也是你能炸的？就在暴徒们陷入绝望的死寂时，防爆门下方的投放口再次咔嗒一声弹开，这次推出来的不是热饭，而是一盘刚刚切好、冒着寒气的极品冰镇西瓜，旁边还贴心放了一把锋利的西瓜刀。在极寒和极度缺水的环境下，这盘水分充足的西瓜比任何金银珠宝都致命。赵教授的炸弹没用，不如换个玩法。我冰冷的声音回荡在楼道里，这盘西瓜只给活到最后的那个人。一把刀，一盘瓜，30个恶红眼的暴徒，这不仅是食物，更是活下去的唯一希望。赵教授最先反应过来，他猛地扑向那把西瓜刀，但他身后的一个壮汉比他更快，一脚踹在他的后腰上，赵教授惨叫着扑倒在地，眼睛碎了一地。瓜是老子的！壮汉还没摸到刀柄，就被另外几个人死死抱住大腿，疯狂撕咬。瞬间，楼道里变成了血肉横飞的绞肉机，残肢、鲜血、绝望的嘶吼，在零下40度的极寒中瞬间冻结成冰雕。而在801室的角落里，已经饿了1天1夜的张翠花，浑身是血的盯着那盘西瓜，眼中闪过一丝毒蛇般的狠戾。他突然转头看向身边冻得只剩一口气，正被几个暴徒当成肉垫踩在脚下的孙子胖虎。大强、耗子，张翠花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嘶哑地喊道：“保活不成了，不如让他替咱们挡一刀，咱们去抢瓜啊！”张翠花干瘪的手像铁钳一样，死死抠住胖虎青子的胳膊。奶奶，疼！胖虎微弱的挣扎，却被亲奶奶猛地从人缝中推了出去。扑通！冻僵的胖虎像个破麻袋，精准地砸在刚抢到西瓜刀的光头男腿弯处。光头男猝不及防，一个踉跄跪倒在地，西瓜刀脱手飞出。我的瓜！张翠花不知哪来的爆发力，连滚带爬地扑向冰镇西瓜，双手抓起带冰碴的果肉就往嘴里塞，连皮带子拼命下咽。
红色的汁水混着他嘴角的血流淌下来。可他连第二口都没咽下，身后的大强眼珠子通红，捡起地上的半截砖头，照着丈母娘的后脑勺狠狠砸了下去。老东西，你连亲孙子都卖，吃什么瓜？大强一脚踹开张翠花，抱起西瓜盘，疯狂往嘴里倒。角落里，被打断腿的陈浩看着亲妈惨死，侄子被踩成肉泥，连惨叫的力气都没了，只剩下绝望的抽搐。而我在监控前静静切断了走廊最后一丝照明。走廊陷入绝对的死寂与黑暗。零下50度的气温失去了最后的热源，开始进行物理层面的屠杀。谁踩了我的手？把瓜给我！刀在我手里，谁敢过来？视觉被彻底剥夺，恐惧和饥饿放大了每一丝风吹草动。肉体撕裂声，刀刃砍进骨头的闷响，绝望的求饶声，在8楼的走廊里交织成一首地狱交响乐。我坐在全息屏幕前，夜视仪的绿光下，这群人像是在进行一场滑稽的盲人互砍。半小时后，声音渐渐弱了下去，极寒冻住了流出的鲜血，也冻住了30多个暴徒的生机。满地残肢断臂间，赵教授捂着被捅穿的肚子，爬回了满目疮痍的801室。他摸索着掏出防风打火机，点燃了陈浩家仅存的真皮沙发。火光亮起的瞬间，赵教授和角落里奄奄一息的陈浩对上了视线。赵教授推了推碎裂的眼镜，从怀里掏出一把带血的手术刀，咧开嘴笑了。陈浩，火不够大，借你身上的脂肪烤火吧。不要。陈浩拖着2根断腿，在801的冰面上拼命往后爬，拖出2条触目惊心的血痕。赵教授像个熟练的屠夫，一脚踩住他的断腿，手起刀落，精准挑断了陈浩的手筋。惨绝人寰的叫声中，陈浩被活生生推进了燃烧的沙发堆里。人体脂肪遇到明火，瞬间发出刺辣的爆燃声，火苗窜起半米高。赵教授贪婪地烤着火，陈浩在火堆里疯狂翻滚。一双烧焦的眼睛死死盯着对门802的监控探头，充满了极致的悔恨与怨毒，最终化为一截焦炭。我冷眼看着前夫化作人形篝火，心中没泛起半点涟漪。陈家人终于死绝了。就在赵教授以为自己是这场屠杀的唯一胜利者时，轰隆隆，比之前炸弹强烈100倍的震动从楼下传来，整栋24层高的建筑都在剧烈摇晃。防爆窗外的暴雪中，2道刺目的探照灯光柱直射上8楼。一辆装载着重机枪的履带式破冰战车直接撞碎了小区大门。10几名全副武装、穿着军用极地服的暴徒跳下车。为首的刀疤男盯着手里的热成像仪，冷酷地下令：热源显示，这栋楼8层有顶级温控系统，上去屠楼夺物资。履带破冰战车碾碎了小区冻僵的尸体。10几名穿着战术级防寒服的暴徒，动作训练有素，远非刚才那群恶风的乌合之众可比。老大，这栋楼不对劲，一个背着高频通讯仪的瘦子拎着屏幕，热成像显示801室有个微弱的热源，但对门802室。802怎么了？刀疤男点燃一根防风雪茄。802室的红外辐射像个巨大的火炉，内部温度稳定在25度以上，但墙壁似乎有军用级的反侦察涂层，扫描不进去。刀疤男吐出一口白雾，眼中闪过贪婪的金光。在零下60度还能维持这种恒温，这他妈是个移动金库！兄弟们，抄家伙！先炸开1楼单元门，直接上8楼。我坐在监控前，放大画面，看清了他们胸前那枚属于黑蝎地下佣兵团的徽章。上一世就是这伙人洗劫了整个小区，把活人当作口粮。这一世，他们竟然这么早就摸了过来。我没有慌乱，只是将安全屋的防御系统从被动防御切换到了主动绞杀模式。指尖轻轻悬停在红色的走廊重力陷阱按钮上，轰！1楼的防盗门被塑胶炸药轻松爆破。沉重的军靴声在楼梯间回荡，带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迅速逼近8楼。而在801室里，赵教授正抱着一根烤熟的半截小腿，啃得满嘴流油。听到外面的动静，他猛地推了推碎裂的眼镜，抓起桌上那把沾满陈浩鲜血的手术刀，躲在门后的阴影里。他以为又是来抢物资的邻居。当刀疤男一脚踹飞801室仅剩的半扇破门时，赵教授像毒蛇一样窜出，手术刀直逼刀疤男的咽喉。找死！刀疤男连眼睛都没眨，战术手套一把攥住赵教授的手腕，随着咔嚓一声骨裂，手术刀掉在地上。紧接着，刀疤男反手抽出腰间的军刺，干脆利落地捅穿了赵教授的心脏。赵教授的眼镜掉落，在绝望与惊恐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倒在他亲手烤焦的陈浩身旁。801室终于彻底死绝。刀疤男拔出军刺，嫌恶地在赵教授的衣服上擦了擦血迹，转头死死盯住了对门802那扇伪装成木门的防爆门。老大，就是这扇门。瘦子拿着探测仪走上前，门体扫描不出材质，但绝对不是木头。要不要上穿甲弹？退后。刀疤男从手下那里接过一把特制的高压铝热切割枪，高达3000度的幽蓝色火焰瞬间喷涌而出，直逼防爆门锁孔。滋啦，火花飞溅，刺目的强光照亮了整个走廊。
可整整烧了1分钟，门板上除了起了一层白雾，连一道划痕都没有，反而是切割枪的枪口因为持续高温开始微微发红融化。刀疤男脸色变了，猛地关掉切割枪，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我坐在监控屏幕前，喝完最后一口手磨咖啡，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我按下红色的走廊重力陷阱按钮，监控画面里，刀疤男和他的3个手下脚下的楼道地板突然发出一声令人牙酸的金属开合声，原本坚固的水泥地面瞬间向下翻转裂开，露出一个深达5米、布满倒刺钢锥的幽暗深坑。啊！凄厉的惨叫撕裂了极寒的空气，走廊坚硬的水泥地面瞬间向下翻转消失，3个全副武装的佣兵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直挺挺地坠入5米深的陷阱。坑底密密麻麻布满了小指粗的淬毒钢刺，巨大的下坠力让钢刺瞬间贯穿了他们的防弹战术背心、大腿甚至下巴。3人像糖葫芦一样被死死钉在坑底，鲜血呈喷射状涌出，但在零下60度的空气中，不到3秒就凝结成了暗红色的冰针。刀疤男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兵王，在失重坠落的0.1秒，他猛地掷出手中那把高压切割枪，扑哧一声深深卡进801式残存的门框缝隙里。他单手死死抓着枪管，整个人悬吊在半空。他的军靴底距离脚下那几具死不瞑目、正在迅速结霜的手下尸体，仅仅只有不到10公分。死亡的寒气顺着脚踝直逼天灵盖，刀疤男的冷汗刚冒出来，就变成了额头上的冰珠。刀疤男咬碎了一口钢牙，额骨青筋暴起，凭借惊人的核心力量，猛地一个翻滚，重重摔进801式的废墟中。瘦子，呼叫外面的装甲车，把 RPG 和榴弹炮全给我拉上来，老子要把这扇门连同这层楼一起轰平。然而，通讯器里除了刺耳的电流沙沙声，没有任何回应。我坐在温暖如春的安全屋里，惬意地给恒温箱里的热带兰花浇了点水，声音通过走廊广播冷冷传出。电磁屏蔽网10分钟前就开启了，在我的绝对领域里，你们连一只电子苍蝇都飞不出去。话音刚落，我按下了控制台上的蓝色环境改造按钮。走廊和801式天花板上的隐蔽喷淋头齐刷刷探出，高浓度的工业液氮混合着特制催泪瓦斯，如同白色的瀑布，朝着801式倾泻而下。咳，老大，我的眼睛，我的肺冻炸了。不到10秒，他们的呼吸道被液氮彻底冻结，直接僵直地倒在陈浩那堆烧焦的黑炭旁，化作2座冰雕。刀疤男反应极快，扯下防寒服，死死捂住口鼻，但裸露在外的皮肤依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黑坏死。他绝望地看着四周，退路被深渊截断，手下全军覆没，通讯彻底瘫痪。而那个隐藏在铁门后的女人，甚至连脸都没露。刀疤男眼中彻底被野兽般的疯狂吞噬。他扯下战术背包，掏出整整10公斤的高密度 C4 塑胶炸药，跌跌撞撞地冲向801与802之间那面共用的承重墙。门炸不开，老子炸穿你这堵墙！今天谁他妈也别想活！他狞笑着，把炸药死死贴在墙面上，毫不犹豫地按下了起爆器。轰！震耳欲聋的巨响撕裂了极寒的夜空。10公斤 C4 塑胶炸药在承重墙上轰然起爆，狂暴的冲击波瞬间将801式剩余的墙体、天花板连同满地的尸块全部掀飞出大楼。暴雪裹挟着狂风，将整个801式彻底变成了一个向外敞开的悬崖废墟。刀疤男被气浪狠狠拍在摇摇欲坠的承重柱上，狂吐出一口鲜血，内脏几乎移位。哈哈哈，死吧，都给老子死！他咳着血疯狂大笑，死死盯着那面硝烟弥漫的墙壁。然而当烟尘散去，他脸上的狞笑瞬间僵住。墙体的水泥层确实被全部炸飞了，但里面露出的根本不是钢筋，而是一整块泛着幽蓝冷光的特种吸能合金装甲板。别说炸穿，装甲板表面连个凹坑都没有。我端着红酒杯，声音从合金墙壁内部的隐蔽扩音器传出，带着毫不掩饰的嘲弄。10公斤 C4 就想炸穿我的叹息之墙？你太看不起我的装修预算了。你到底是什么怪物？刀疤男崩溃了，巨大的恐惧彻底击碎了这位兵王的心理防线。此刻的801式外墙已经完全消失，零下70度的超级寒流毫无遮挡的狂涌进来。刀疤男的防寒服在爆炸中破损，极寒瞬间倒灌进他的骨髓。装甲板上，一个只有拳头大小的隐蔽射击孔悄然划开，一杯刚烧开的沸水被我直接泼出。在零下70度的狂风中，沸水瞬间发生姆佩巴效应，化作无数细密且尖锐的冰针，如暴雨般尽数钉入刀疤男裸露的脸庞和双眼。啊，我的眼睛！刀疤男捂着脸发出不似人声的惨叫。刀疤男的惨叫声没有持续太久，不到半分钟，极寒便彻底冻结了他的血液，他维持着无眼跪地的姿势，化作了一座立在8楼悬崖边缘的丑陋冰雕。至此，突击小队全军覆没。我刚准备关掉射击孔，安全屋的红色最高级别警报突然疯狂大作，警告！警告！遭受高能武器雷达锁定。全息屏幕上，楼下那辆停在暴雪中的履带装甲车突然动了，车顶的重型炮塔缓缓扬起，黑洞洞的主炮炮口在夜视仪中散发着死亡的气息，直指8楼。公共通讯频道被强行黑入，一个低沉沙哑的男声在我的安全屋回荡：干掉我一整个小队，你很不错。既然打不开你的龟壳，
那我就把这栋大楼拦腰炸断。祝你在铁棺材里体验自由落体。话音刚落，一束猩红的激光制导线穿透漫天暴雪，死死定格在我全景防弹玻璃的正中央。警告：高爆穿甲弹已上膛！全息屏幕疯狂闪烁着刺目的红光。装甲车里的指挥官声音透着猫捉老鼠的戏谑，倒计时10秒。10、9。我猛地站起身，眼中没有一丝慌乱，一把攥紧了手中那枚融入血脉的空间密钥。系统，空间物资释放的最高垂直定点投放距离是多少？垂直半径100米，以连接全息雷达锁定坐标。我大步走到全景防弹玻璃前，居高临下的死死盯住暴雪中那辆嚣张的装甲车。3、2、1，开炮！下地狱去吧！通讯频道里传来丧心病狂的怒吼。坐标锁定，释放最高级别库存。我冷冷吐出几个字，猛地按下回车键。砰！主炮喷吐出撕裂夜空的火舌，高爆穿甲弹裹挟着死亡的气息直奔8楼而来。但在同1/1000秒内，装甲车正上方50米的夜空中，突然凭空撕裂出一个深不见底的黑色空间漩涡。没有炸药，也没有魔法，从漩涡中轰然砸下的是我末世前在港口陵园购时顺手收入空间的一台满载着数百吨重型钢筋的巨型履带式起重机。那他妈是什么东西？通讯器里传来指挥官最后一声惊恐到极点的破音。轰！炮弹击中了5楼的承重柱，整栋24层的大楼发出一声凄厉的悲鸣，剧烈倾斜。而楼下几百吨的钢铁巨兽携带着恐怖的重力加速度，以毁天灭地之势精准无误的泰山压顶，砸在了那辆不可一世的装甲车上。没有火光，只有令人头皮发麻的金属挤压与爆裂声。上一秒还坚不可摧的重型装甲车，在几百吨的塔吊和钢筋面前，就像一个被重锤砸中的易拉罐，瞬间干瘪成了一张厚度不足20公分的废铁饼。里面的雇佣兵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骨肉连同内脏被压成了一滩混合着防冻机油的红褐色肉泥，从履带缝隙中爆射而出，在零下70度的雪地里瞬间冻结。呼叫小队，滋滋，公共频道里彻底沦为死寂的忙音。我扶着倾斜了15度的监控台，冷眼看着下方的绞肉机现场。大楼虽然没断，但地基已经受损。还没等我松一口气，刺耳的生物雷达警报突然在安全屋疯狂大作。警告！检测到未知巨型生命体热源靠近。我猛地抬头看向屏幕，那绝不是人类的信号。一团比装甲车还要庞大3倍的猩红热源，被刚才满地的血肉吸引，正顺着大楼倾斜的外墙，用极其恐怖的利爪刺穿水泥，咔嚓咔嚓地向上攀爬，直奔8楼的窗户而来。咔嚓，刺啦！令人牙酸的利爪刮擦墙壁声，在死寂的8楼外墙尤为刺耳。整栋倾斜了15度的大楼，随着外层墙皮的剥落，竟然发出不堪重负的战栗。我死死盯着全息雷达上的猩红巨型光斑，它正在以反物理的角度顺着外墙直线攀爬。嘶！一股夹杂着浓烈腐肉和腥臭味的白气突然喷在安全屋全景防弹玻璃的外侧，瞬间结成一层厚厚的冰霜。我猛地抬头，隔着3层防弹玻璃，对上一双脸盆大小、充斥着暴虐红光的树瞳。那是一只体型堪比装甲车的变异雪獒。它浑身的白毛犹如一根根倒竖的钢针，原本憨态可掬的吻部已经彻底撕裂到耳根，露出里出外进、滴拉着冻结咸水的3排锯齿獠牙。末世极寒不仅冻死了人类，也让熬过初期的野兽发生了恐怖的基因畸变。变异雪獒根本没把这层透明的玻璃放在眼里，它猩红的眼珠死死盯着站在屋内散发着活人热气的我。吼！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雪獒扬起比脸盆还大的巨爪，带着能拍碎越野车的恐怖力量，轰然拍在防弹玻璃上。咚！安全屋剧烈震荡，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疯狂摇晃。这可是能扛住火箭弹直击的军工级防弹玻璃，此刻竟然发出了一声不堪重负的嘎吱声。警告！玻璃外层应力测试达到临界值，出现微小裂痕。系统冰冷的机械音第一次带上了急促的红光闪烁。我看清了玻璃上那一丝头发丝粗细的裂纹，脸色瞬间冰冷。怪物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他后腿猛蹬倾斜的墙面，庞大的身躯犹如一颗炮弹，张开血盆大口，用那颗坚硬如铁的头颅再次朝着玻璃狠狠撞来。找死！我没有后退半步，甚至没有启动备用的金属防爆百叶窗。既然你喜欢撞，那就撞个痛快。在雪獒庞大的身躯即将撞碎防弹玻璃的1/1000秒，我猛地将带着空间密钥的手掌按在控制台上。系统开启空间折叠门，坐标防弹玻璃正前方1公分处，开启时长0.5秒。没有任何声音，也没有任何预兆。就在防弹玻璃外，空气突然如水波般诡异地扭曲了一下，一道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的黑色空间裂缝瞬间张开，犹如一把看不见的绝世死神之刃。扑哧！雪獒那颗堪比重型坦克的巨大头颅，带着恐怖的惯性，直直撞进了那道只有1公分宽的空间裂缝中。关闭！我冷冷吐出2个字。扑哧！没有鲜血四溅，没有骨肉碎裂的巨响。那道绝对平滑的黑色空间裂缝瞬间闭合，就像最锋利的激光切过一块黄油。变异雪獒那颗重达100斤、张着血盆大口，甚至还保持着凶悍咆哮姿态的巨大头颅，凭空消失了，被彻底切割进了我的异空间。它庞大的无头身躯因为惯性，砰的一声闷响，重重撞在防弹玻璃上。断颈处平滑如镜，直到撞击发生后0.1秒，
如同高压水枪般的鲜红热血才轰然喷发，却在接触到零下70度玻璃的瞬间，化作了一大片触目惊心的暗红色冰瀑。失去头颅的巨大身躯顺着倾斜的玻璃滑落，朝着楼下深渊坠去。我冷眼看着这壮观的冰瀑，还没来得及收回手，全息雷达突然发出了比刚才更加刺耳的最高级别死神警报。屏幕上不是一个光点，而是密密麻麻如同繁星般的几十个猩红光斑，正从四面八方疯狂涌向这栋大楼。血鳌那夹杂着极度狂暴能量的变异鲜血，成了极寒黑夜里最致命的诱食剂。那是整整一个变异狼群，几十只体型如牛犊、双眼冒着幽绿凶光的野兽，正疯狂撕咬着装甲车废墟旁的残肢断臂。更要命的是，头狼已经抬头，顺着8楼外墙那条猩红的冰瀑轨迹，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嚎叫。我调出底楼的夜视监控，眉头微微一皱，咔嚓，轰隆！就在这时，整栋大楼发出一声凄厉到极点的断裂声，倾斜角度从15度瞬间滑落到20度。桌上的红酒瓶啪的摔得粉碎，连我都被巨大的倾斜力甩得倒退2步，死死抓住控制台才站稳。5楼的承重柱在刚才的炮击和重力压迫下彻底粉碎了。这栋24层高的危楼最多还有5分钟就会拦腰折断，轰然倒塌。我看着雷达上开始疯狂向上攀爬的红点，眼中闪过一丝狠戾。这安全屋待不下去了。系统启动最高级别权限，庇护所实体收容。我一把扯下身上的真丝家居服，迅速换上早已准备好的军用级极地外骨骼装甲，戴上全包围式战术头盔，将那把削铁如泥的高频震荡战刀抽出刀鞘。指令确认，空间折叠引擎已启动，倒计时10秒。安全屋里所有的奢华家具、堆积如山的物资，甚至包括全景防弹玻璃和恒温系统，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化作湛蓝色的数据流，疯狂涌入我掌心的空间密钥中。10秒后，温暖如春的顶级安全屋彻底消失。零下70度的极寒狂风瞬间倒灌，将我吞没在8楼敞开的残垣断壁中。我握紧战刀，准备迎接即将爬上来的变异狼群。可就在这时，身旁原本属于801室的废墟阴影里，突然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骨骼爆响。一个浑身结满冰甲、半个胸膛都被炸烂的人，缓缓从陈浩焦黑的尸体旁站了起来，一双全白的死人眼球死死锁定了我的脖颈。啊！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吼从废墟中传来。那个半个胸膛被炸烂、浑身覆盖着一层幽蓝冰甲的怪物，缓缓转过头。那张脸竟然是被佣兵刀疤男捅穿心脏的赵教授。极寒不仅催生了变异野兽，更让那些带着极度怨恨死去的暴徒，在未知病毒的侵袭下，变成了真正的极寒丧尸。而赵教授生前啃食了陈浩的血肉，这股暴力的能量让他变异得更加彻底。他全白的眼球死死锁定了我，原本握手术刀的手指已经激变成半尺长的锋利冰爪，猛地朝我脖颈的大动脉抓来，速度快得带起一阵刺骨的阴风。生前是个废物，死了还敢蹦跶。我冷笑一声，没有任何退避。全包围战术头盔下的眼神如极地寒冰般冷酷，外骨骼装甲的动力核心瞬间爆发出强大的推力，我不退反进，迎着那致命的冰爪，猛地挥出手中那把散发着微弱蓝光的高频震荡战刀。嗡！高频震荡战刀发出撕裂空气的嗡鸣，刀锋与赵教授坚硬如铁的冰爪轰然相撞，没有火花，只有令人牙酸的碎冰声。在每秒数万次的恐怖震动下，那足以撕裂钢板的冰爪就像脆弱的玻璃，被战刀毫无阻碍地切成了漫天冰屑。战刀去势不减，带着雷霆万钧之势，顺着赵教授的腰际横扫而过。噗嗤，暗红色的冰冻血块和发黑的内脏瞬间洒满了一地。赵教授被干净利落的一刀腰斩，他那长着冰爪的上半身轰然倒地，却依然张着血盆大口，凭借着双臂的力量，像只半截身子的蜘蛛，疯狂地朝我脚踝爬来。我面无表情地抬起覆满钢甲的军靴，对准他那颗变异的头颅，准备一脚踩爆。嗷呜！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8楼敞开的阳台边缘突然探出了3颗硕大的、滴拉着咸水的变异狼头，狼群爬上来了。与此同时，脚下24层的大楼发出一声绝望的悲鸣，倾斜角度瞬间突破30度，轰隆隆！5楼以下的承重结构彻底崩溃，整栋大楼开始像被伐倒的巨树一样，朝着暴风雪肆虐的街道轰然倒塌。狂风呼啸，失重感瞬间包裹全身，8楼的地板在我脚下如同饼干般碎裂。那3只刚探出头的变异狼，连同半截身子的赵教授，在这毁天灭地的重力加速度下，全部被甩飞到了半空中，发出绝望的嘶吼。大楼倒塌的巨响震耳欲聋，漫天的烟尘混杂着冰雪，遮蔽了视线。如果跟着这几十万吨的废墟一起砸向地面，即使我有外骨骼装甲，也会被瞬间挤压成肉泥。系统启动信仰之跃模式，坐标前方100米处的一座6层商场楼顶。狂风如刀割般撕扯着我的装甲，耳边是系统冰冷的倒计时，警告，降落轨迹偏移，即将面临强硬着陆。哼，咔嚓，外骨骼装甲的减震系统发出极限的尖笑，我在商场楼顶的天台砸出一个深坑。我拍了拍装甲上的冰渣，刚想喘口气，天台边缘却传来利爪摩擦水泥的刺耳声。那3只浑身是血的变异头狼竟然踩着倒塌的大楼残骸跳了过来，成品字形将我死死困在中央，真是阴魂不散。
我无语的翻了个白眼，我都准备拒绝内卷了，末世了还不让人好好睡个觉是吧？我连刀都懒得拔，直接意念一动，系统青岛 C 区空间库存的工业速冻水泥。半空中凭空撕裂出一个巨大的黑洞，几百吨极寒未干的速冻水泥像瀑布一样当头砸下。3只凶残的变异狼连惨叫都没发出，瞬间被浇筑，冻结成了3座栩栩如生的冰雕水泥像。身后那栋24层的大楼在一片漫天雪雾中轰然倒塌，化为一座冰封的巨型坟墓。陈浩、张翠花连同那些恶红眼的暴徒，彻底被几十万吨的水泥废墟活埋，成了极寒地狱最底层的口粮。拍了拍手，我径直走到商场顶层最豪华的 VIP 私人会所区，就这儿了。系统释放安全屋实体。湛蓝的数据流闪过，我之前收起的顶级避难所完美无缝地嵌入了商场顶层。恒温新风系统重新运转，26度的暖风扑面而来。我脱下沉重的装甲，换上舒服的真丝睡袍，往真皮沙发上一摊，给自己倒了杯热红酒。历经背叛与杀戮，这操蛋的末世终于清静了。就在我准备关掉全息监控，美美的补个安稳觉时，刺耳的最高级警报声再次打破了宁静。屏幕上，商场1楼的重型防盗门被一辆布满抓痕的全地形战车野蛮撞开。一个身穿黑色高级战术风衣，浑身散发着生人勿近低气压的男人，拎着一把滴血的唐刀走了进来。他眼神极度高冷暴躁，仿佛看这个世界都不顺眼，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上位者的恐怖威压。楼上的，把防御阵列撤了。男人冷冽低沉的声音通过商场内部广播传进我的安全屋，带着不容拒绝的命令口吻。他似乎受了重伤，靠在电梯门上，眉头死死拧在一起，暴躁地扯开领口，露出缠满绷带且渗着血的结实胸膛。我看着监控里这个拽上天的男人，冷笑一声，直接开启了走廊的机枪塔，瞄准他。你算老几，敢跑到我的地盘上使唤我？男人猛地抬眼，死死盯住头顶的监控探头。即便隔着屏幕，那种极具压迫感的近距离拉扯感依然让人心惊。但在看清我脸的那一刻，他那双布满血丝的深邃眼眸里竟闪过一丝错愕与极其罕见的放松。林昭，他喉结微滚，声音沙哑的厉害，原本暴躁的杀气竟瞬间收敛殆尽。终于找到了，我失眠了整整1个月，只有你在旁边我才能睡着。我愣住了，手里端着的红酒差点洒出来。这个在前世杀人不眨眼，全球战力榜上排名第1的高冷暴躁大 boss， 历经千辛万苦杀穿半座死城，竟然只是想让我给他当专属的人形安眠药。看着他眼底那抹偏执又疯狂的占有欲，我知道我在末世混吃等死的咸鱼生活，怕是又要掀起新的修罗场了。